share house 一啲要遷就了解一下嘅機會嘅噪音，周圍真係變得好黑啲嘅。攤開咗行李都仲有好買餸就得啦。Likes me。Hello， 大家好嘛，我係 Kristen。最近退租咗香港嘅屋企，嚟咗日本旅居1個月嘅。而我旅居嘅第一站就係鎌倉呢個地方啦。上一條講鎌倉物價嘅嗰條片啦，我就提到我係住喺一個同人 share house 共居嘅 Airbnb 嗰度嘛，所以今條片咧就想集中講下呢一個共居嘅體驗喎。呢條片咧將會分幾 part 去講嘅。首先第一 part 啦，我就會講下嗰個共居嘅基本資訊，包括佢喺邊度啦，佢嘅實際地點，點樣揾翻嚟啦，同埋住喺嗰度一晚嘅價錢係幾多嘅。跟住第二 part 咧就會帶大家簡單咁樣遊覽一下個民宿，少少嘅 tour 嘅。最後一 part 啦，就係會講下今次呢個共居體驗究竟係如何啦，住喺嗰度咧有啲咩我可以諗到嘅優缺點。好啦，咁我哋就開始啦。而家大家喺畫面上面 Google Map 睇到嘅就係民宿嘅地址啦。當日我由成田機場搭車過嚟鎌倉 JR 站，民宿離 JR 站係有22分鐘嘅腳程，不過喺車站嗰度有巴士搭過去嘅，只需要8分鐘，但係就要220 yen， 圍返港紙即係11蚊，11蚊搭8分鐘，所以之後嘅日子裏面我都冇再搭過車返民宿啦，都係行路啫。間民宿就係喺 Airbnb App 上邊揾翻我入住嘅日期同埋鎌倉市咁樣揾翻嚟嘅。個名咧英文叫做 Villa Cosmopolitan， 中文就係叫做大都會鎌倉別墅。不過 Airbnb 好似冇得直接搜尋民宿名嘅。如果大家真係有想去嘅話，都係根據翻自己去嘅日子睇下有冇空房啦。民宿主人叫做 Tomoe， 如果大家喺個 App 上面見到類似咁樣嘅相，然之後見到係 Tomoe 接待嘅話，就係佢啦。我冬天入住唔算係鎌倉嘅旺季，所以一晚夾埋其他雜費啦，大概都係280蚊港紙啫，都算係咁噶啦。同時間其他 hostel 啊或者膠囊酒店嗰啲咧都要差唔多價錢啊。當然呢啲民宿如果你住得越耐，每晚嘅價錢就會越平啦。不過提大家，呢個民宿係一個寵物 friendly 嘅地方，民宿主人本身就有一隻狗一齊住喺呢度，所以如果係驚動物驚狗嘅人呢，就可能要諗啦。民宿大門口係一個電子鎖嚟嘅，一共有2層連天台啦。第一層有一個廁所。老實講啊，我嚟到呢度嘅第一晚呢，都俾佢每個地方嘅乾淨程度驚豔到啊！喺一個共居嘅 share house 入邊，廁所啊、廚房啊、房間等等呢，都係非常之乾淨。當然啦，住喺人哋屋企，你唔好 expect 真係一塵不染。就算我哋平時喺屋企都好難做到一塵不染嘅，但係呢間民宿已經係做到9.9分咁乾淨噶啦。我住嘅係 double room， 即係有一張 double bed 啦，張床冧得嚟都幾舒服嘅，間房空間夠晒大，仲有書台可以俾我做嘢。朝頭早開一陣窗通風，仲有一個小小嘅衣帽間。另外仲有一間 twin room 同埋一個喺2樓嘅 loft。上樓梯到2樓就係佢嘅客飯廳同埋廚房，仲有沖涼嘅浴室啦。3樓就係民宿嘅天台，天氣好嘅時候煮完 lunch 上去食，真係好舒服㗎。就係咁樣啦。而家就嚟講下住喺呢間共居民宿嘅體驗啦。首先講嘅係住 share house 一啲要遷就了解一下嘅 point。我唔想講係缺點或者一啲唔好嘅方面，因為呢啲都係住 share house 需要預咗嘅，有心理準備嘅。因為好多設施都係共用噶啦，要就時間去沖涼、用洗衣機同埋煮飯等等嘅。呢個民宿總共有3間客房，加埋主人嘅話，最高峰嘅時間會同時住到8個人，浴室就得1間。如果大家都係出去玩完夜晚翻嚟先至沖涼嘅話，可能就要縮短使用
用嘅時間啦。不過我住咗喺嗰度6晚，其中淨係得2-3晚係有其他人嘅啫。嗰2-3晚總共有其他3個人入住啦。沖涼嘅時間都冇重疊到嘅。我諗呢樣都同鎌倉嘅旺季有關。我嚟嘅呢個時候冬天唔係最旺，夏天先至係，所以如果係夏天嚟就可能會比較多人住啦。不過就算係有同其他人共用嘅嗰幾晚，浴室都係超級乾淨，大家都好守規矩咁樣去用。另外都要注意安靜嘅時間段，住喺呢度安靜嘅時段係夜晚11點至到第二朝7點。呢段時間喺房出面行路啦，開門閂門都唔好太大聲。如果喺房睇劇講電話都要細聲啲。不過由於喺呢度住緊嘅時候，夜晚10點開始都已經好安靜㗎啦，所以我都係戴耳機去剪片同埋睇戲嘅。有一次唔小心做嘢做到10點幾就嚟11點先去沖涼，都要攝手攝腳咁樣啊。第二個要事先有啲心理準備嘅 point 呢，就係除咗毛巾、沐浴露、洗頭水有提供之外，其他沖涼、洗面等等嘅嘢都要自己攞去嘅。而呢度嘅浴室、廁所係唔可以放私人物品啦，所以每日咧都一定要由房攞去浴室用，用完之後再攞翻入房嘅。我就時不時會唔記得咗攞需要嘅嘢啦，上咗樓準備去沖涼，然之後又落翻樓拎嘅。做嘢做到有啲夜嘅嗰一日咧，我唔記得咗拎 M 巾啊，但係又唔想踩樓梯去製造多一次有機會嘅噪音，就用紙巾頂住先啦。最後一個需要妥協嘅點，可能就淨係呢間民宿係咁啦，因為佢地點距離鎌倉站20分鐘嘅路程啊嘛。喺居民嘅區域，5點日落之後，周圍真係變得好黑。如果好似我咁行路返去，好遠先至有一盞街燈。第一日傍晚6點返去嘅時候，都係有啲驚嘅。但係其實路上有一啲零零星星嘅鋪頭都仲開緊，都有頭上滿天嘅星光。再望下隔離嗰個小學生都係咁樣行路返屋企㗎啦，就冇咩好驚啦。行下，離遠見到馬路側邊老伯伯開嘅伯伯屋嘅燈光，就知道已經返到民宿啦。講完一啲要注意嘅地方，就講優點啦。共居嘅民宿通常都係一大間屋，裡面嘅房都會比較大啲嘅，攤開咗行李都仲有好多私人嘅活動空間，而且設備好齊全，廚房啲工具啊、調味料嗰啲都好多好夠。如果要自己下廚買餸就得啦。同樣係 share 設施、膠囊酒店啦或者 hostel 嘅價錢，既然都係同共居民宿差唔多嘅情況之下，我當然就揀咗呢一個民宿啦。另外一個好處係令到我今次嘅旅程變得難忘深刻嘅，除咗可以了解當地人嘅日常生活之外，住咗喺度差唔多1個禮拜，都識到唔同嘅人，建立起唔同程度嘅連結。民宿主人Tomoe-san靠經營呢一度同埋投資去過生活。某一晚佢喺飯廳為一個布袋去縫上拉鏈，我煮好晚餐食緊嘅時候，我哋傾偈傾到咗大家嘅興趣，日本同香港嘅文化差異，佢中意夏天，中意 wake surf， 所以選擇鎌倉嚟定居。我話香港有好多唔同嘅文化混合，佢話日本雖然都做過殖民地，但係或者係時間好短。日本自己嘅文化仍然係好強烈。最後佢話 Lita 佢隻狗狗啊 likes me。淨係入住1晚嘅一對內地父子，因為先過我用咗洗衣機，而係咁同我講唔好意思，又講起香港人好難，佢哋都知。同我同一日 check out 嘅荷蘭女仔喺一齊行去 JR 站嘅路上，短短20-30分鐘，我哋傾到咗大家嘅背景，各自生活嘅地方係點樣嘅，問到大家年齡嘅時候嘅驚訝，一齊為咗喺鎌倉睇到富士山而覺得驚喜同埋興奮，約好咗如果我去荷蘭玩，佢嚟香港玩，我哋都要做大家嘅嚮導。仲有係呢度認識嘅第一位日本朋友 Akane， 雖然唔係喺民宿嗰度識嘅，但係都係留喺呢度嘅期間喺鄰近嘅城市相識。我哋傾咗好多關於工作生活嘅話題，靜靜雞預告一下，將會喺我呢個 YouTube channel 嗰度出片分享㗎。所有嘅相遇雖然短暫，但係都係美好嘅。總括嚟講，
我係好享受今次嘅共居經驗。而家已經離開咗鎌倉，翻返去東京住啦。住緊嘅係自己一間嘅 Airbnb，之後再慢慢分享啦。咁今日嘅片嚟到呢度先，多謝你哋嚟睇啊！都多謝訂閱咗我 Patreon 嘅觀眾朋友們。喺 Patreon 嗰度呢，會有額外嘅片啦、文章啦、podcast 等等。訂閱咗嘅會員仲會有我自己設計嘅電話月曆 wallpaper 添㗎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